中国农民工大战德国400斤钢铁侠，堪称真男人之间的顶级对决。现场主持人朱丹也震惊不已。中国农民工就是河南拳王阎锡波，他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就回河南老家种地务农。他朴素的外边迷惑了一众前来挑战的拳手。别看他表面朴实无华，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他的拳头有多重，曾经在一拳打出了将近500公斤，惊呆了主持人和现场所有人。在一场中日比赛中，开局6秒 KO 对手，一拳击碎小日本的下巴和打掉了他5颗牙齿，还缝了30针，彻底震惊了现场观众和裁判。那一拳也给小日本打出了心理阴影，因此他获得了昆仑决最快 KO 纪录的拥有者，还在一场中日比赛中仅用11分钟 KO 对手，还获得了抗日奇侠的称号。如此凶猛的拳法令对手闻风丧胆，就是如此凶猛的人，还有人竟敢挑衅他，说他除了岁数大点别的没有什么本事。이제 나이도 있으니까 백수만 드시고 고향 내려가서 체육관이나 차리세요. 阎锡波看到他如此的挑衅，也霸气喊话：“小子，这次比赛我会给你上一节让你终身难忘的课。”如此嚣张的人就是韩国年轻拳手李宰。他在得知自己的对手是中国农民大叔时，竟然口出狂言进行侮辱，真拿阎锡波当软柿子捏了。阎锡波扬言要好好的给他上一课。今天给大家带来几场暴打日韩拳手的比赛，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阎锡波的勇猛，请大家动动发财的双手，长按3秒点赞。比赛正式开始。蓝色拳套是韩国拳手李宰荣，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阎锡波。韩国棒子一记下前抱摔，把阎锡波拖入地面。倒地之后的阎锡波紧紧地卡着韩国棒子的头，不管韩国棒子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阎锡波的控制。或者是朝他的左侧弯曲躯干发力。韩国选手呢举起一个大拇指说没有问题，这个对我形成不了降服。我们来仔细的看啊，是法威要把对方的胯往后拉，然后把颈椎往下压。错了，大概这是一个好，在取得了清晰的姿势之后，双方要回到场地中间，保持原有，对，给观众看到更清楚的比赛的过程。但这是在一个河内的上位，好，现在我们来看，所以的话，这个上位未必是一个特别有力的上位。好，这是在摆脱了，如果进入侧压，可能就形成姿态优势。韩国棒子在挣扎中，终于摆脱了阎锡波的控制，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阎锡波轻松摆脱想要控制他的韩国棒子，然后上前就是猛攻，打得韩国棒子直接抱头防御，毫无还手之力。这个地面扎击，看看能不能直接。这个把头摁下去，把对方把头摁下去。但是双方的攻防在做地面攻防。下位的韩国选手在做扫技，没有形成。想要做起来，压平。阎锡波这个有力，可以地面扎击，这是最有力的地面扎击了。地面扎击，这有可能直接这个裁判可能说出比赛，如果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做防守了。眼看韩国棒子要被打死，裁判紧急上前终止比赛。此时的韩国棒子躺在擂台上，完全没有了赛前的嚣张，一动不动，双目无神，最后被抬着下擂台。小日本看到自己的好兄弟被欺负，并且还被打得这么惨，为了给好兄弟找回面子，派出日本拳坛的格斗王者立石玉善，绰号犬神，一出场就立马怒吼狂吠，就像狂犬病发作一样乱咬乱叫。他赛前还说一定要扭断阎锡波的脖子，为他们的好兄弟报仇，可是却不知阎锡波的凶猛。好了，废话不多，比赛正式开始。哇，漂亮！一上来立石玉善就一飞机。发生了什么？刚眨了下眼，比赛就结束了，这也太快了吧！小日本到死也想不到会被阎锡波秒杀，阎锡波兴奋地跳上围绳狂呼去庆祝。经过医护人员检查，小日本被阎锡波一拳打碎下巴，还被打掉5颗牙齿，现在医生正在给他处理伤口。自认为亚洲第一的小日本，没想到被中国农民工6秒 KO， 而且还被打碎下巴和打掉5颗牙，可以说是全程的慢镜头回放。这个 KO 是他这个迎击拳。其实这个膝是打到阎锡波了，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直接把力士。这场比赛阎锡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赛后更是直接公开扬言，3秒钟打了这一拳，然后嘴里边掉了5个牙，缝了30针，而且这个下巴还打骨折了，能看得带劲不？过瘾不？那要看得带劲过瘾的话，给点个关注。懂不懂？日本拳坛看到派出去的拳手被6秒 KO 之后，大为震怒，实在太丢人了。为了给他们报仇，日本拳坛再次派出摔跤天才曾我英将，他是日本公认的格斗摔跤天才。小日本知道阎锡波战力强悍，所以派出摔跤天才用在地面 KO 他。看来小日本真的被逼急了。他赛前扬言说，不管你的战力对拼多么强悍，只要敢进入地面，那你就等着被收尸吧。阎锡波并没有搭理他，他要用实力说话。比赛正式开始。
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岩西波，蓝色拳套是日本拳手曾我英将。小日本变得非常小心，不敢贸然进攻。岩西波看到小日本不敢进攻，一记踢扫试探之后，直接对小日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小日本被打得措手不及，岩西波追着小日本就是猛攻，在他在狂砸下，小日本直接躺在地上。裁判紧急终止比赛。秒杀，真的秒杀，秒杀曾我英将，岩西波回来了，岩西波，中原飓风再次刮起，没有进入对面，这结束看了，是这么的强大，非常兴奋的岩西波。这个比赛派的出乎意料，也是非常有感触。之前岩西波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下滑呀。但是这场比赛非常漂亮，连续的这个组合拳，毫不犹豫，毫不犹豫。好，小日本再次被一回合快速 KO， 至此他被称为抗日奇侠。经此一战，中原飓风岩西波名声大振，他的豪言壮志话更是听得我们热血沸腾。生在和平年代，我们应当牢记历史，不忘我国。在擂台上，在中国，日本拳坛看到再次被一回合 KO 的日本拳手，感觉到脸面无光，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日本拳手上山知晓自告奋勇前来挑战。因为他之前败在中华虎杨建平的手里，还差点被勒断脖子。他听说岩西波是杨建平的师弟，所以想一雪前耻。他还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 KO 岩西波，他就剖腹自尽，绝对不再苟活。比赛正式开始，蓝色拳套是中国拳手岩西波，红色拳套是日本拳手上山知晓。岩西波出拳试探，顺势把小日本顶到围笼边，双方缠斗在一起。来呢就特殊了，其实在没有什么详细的规定，只是万一被对方拿到这个踝部的一个锁的话，这样很难逃脱，因为它摩擦力会更大。尤其是这个东欧系、桑博系的选手，特别喜欢在对方这个腿部、膝部以下做控制。提个脸，使劲提个脸。笼边这个日本选手是抱了一个单腿，然后把岩西波顶在笼边，但是岩西波呢就连续这个打击，力量很重，就我们这边也能听到砰砰在作响啊。是。好的，这个防摔做的不错，两腿往后支撑，不让对手能够抱住，在这个位置进行连续的击打。对手现在在这个位置，对，这样即便是抱到了岩西波的单腿，因为他双腿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很难发力，他在这个位置以后啊，只要这个位置以后才能有可能发力，刚刚的位置很难发力的。然后利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双方进入地面缠斗，小日本紧紧地抱着岩西波的大腿。不管岩西波怎么攻击，就是不松手，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紧紧地粘在他的身上。但是还是很有力的一个选手啊。连续缠斗，我们看他刚才将自己脑袋的位置从岩西波的腹部移到了岩西波的大腿外侧。而这时候岩西波想做一个拿背的动作吗？对，但很难。现在对手抱着这个单腿啊，对，抱的位置比较向上啊。好的，绕出来了又。这个位置现在只抱了一条小腿啊，有很好的位置进行攻击。这岩西波的打击还是很有力度啊。在岩西波的重拳砸击下，成功的摆脱了小日本的控制，然后顺势拿到他的骑乘位，对着小日本就是狂砸。小日本竟然转身把背给了岩西波，岩西波试图裸脚，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岩西波成功的完成了裸脚。坚持了几秒钟之后，小日本拍打投降认输。另外一只手给攻了进去，完成这个漂亮的裸脚动作。哇，刚才那个裸脚啊，是细节上把握的很不错。是我刚刚还在想，在一瞬间的时候，手进去的时候说，因为在笼边，这时候对方选手因为腿比较长，有可能靠笼子做一些技术。对，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做动作的时候，岩西波已经把这个裸脚动作给做实了。而且他刚刚那个裸脚啊，他的右腿不但锁住了对手的大腿内侧，还把对手的另外一只手臂也锁了进去。是的。这样对方的这个防守啊，其实已经被破坏掉了，只有单边防守了。所以就直接把裸脚上面那个把位给做成了过起一波。最后岩西波再次以 KO 的形式获得比赛的胜利，从此他也被称为日本人的克星。大家觉得岩西波表现的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